这里好多石头哦，小心点。好高哦，这边 ！Oh my god， 好酷哦！这边可以走过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 频道大马番薯日记，我是杰克。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可是天空没有之前前几天那么蓝。前几天云则是很漂亮诶，我 po 在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你们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吗？你看我的周围都是没有人的，应该是走这边吧。我上网查资料是走这边，我们就走这边看一看。前几天我在上网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哦，其实我家附近有一个很美的蓝湖。诶，不是这边，就是蓝湖，而且非常靠近我家哦，非常靠近，走几步就到了的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要走一段小段的路而已啦。住在这边这么久了，然后我竟然没有发现到，所以今天就想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它到底是长什么样。而且如果你一直都有追踪G频道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杰克在前几个月是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啦，所以这一期的影片我也想来让大家知道我的近况，更新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好不好？因为一直我都有在上传影片，而且都会有非常多的观众在不同的影片下面留言啦，就问我，杰克你最近过得好吗？在马来西亚生活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就拍这一期影片，来让你们知道我这几个月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到底过得好不好。我们先去找那个蓝湖先 ，Let's go。又是分岔路，我记得影片上是讲只要直走就好了，所以我就走这边吧。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哦，我还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，这个蓝湖真的是非常的红，很多人都一直走来这边看。现在事隔那么久了，我竟然是第一次进来这边啊！我要跟大家讲哦，我周围是完全没有人的，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，所以我才没有戴口罩啦，有一点点的偏僻啦。可是因为现在是大白天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觉得。哟，怎么这边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了？感觉就在前面了嘞。哦，我看到水啊，在那边。哦，哇哦，我的天啊，这里真的有一个湖诶，你们看到吗？我竟然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家附近有一个那么漂亮的湖。天啊，哇哦，大家你们看。你们看，好多石头，下面就是湖了，要非常的小心走哦。虽然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蓝啦，可是是很漂亮了。OK， 我现在在拍点东西，给他在那边拍吧。现在就来更新一下我回到马来西亚过后的近况。我记得我是在今年2021年的6月1号回到马来西亚的啦，那时候就贸然的决定了直接辞掉那边的工作就回来。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这个决定非常的冲动，其实我也没有很冲动啦，那时候我也是考虑了将近几个月的时间。我记得我是在4月1号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啦，那时候做的那份工真是非常的不开心啊。再加上那时候我的太太已经决定了还要回来照顾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就会想，如果我一个人待在那边的话，我的心情会变成怎么样？我是觉得我不可以啦，而且那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家里人跟我的女儿了。我觉得如果我当时候的决定是留在那边的话，我现在的心情应该是会非常的糟糕。所以当我回到来的时候，当下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的，再加上我看到我的女儿见到我们的那一幕那一刹那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！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那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她的表情真的是有惊讶到一下，有让我们吓到一下，她是兴奋到一直在那边尖叫的。当下我们两个就觉得这样子的决定是没有错的。你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吗？叶子被风吹到声音，听了好宁静哦。Oh no！ 我的 camera 被风吹倒了。OK， 拍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下面，那边是最底下，可以碰触得到那个湖水的。要从这里走下去 ，Let's go。其实要回来的决定是不难的，
可是回到来过后的挑战才是真正的开始。以我的性格呢，其实我想做什么事，我都会当下决定了就直接去做。当然这个是我的选择，所以我每当做了一个选择过后，我都会有一种心理准备，是讲，我做了这个选择过后，我就要背得起这个选择的责任。所以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这个字啊，因为选择是我自己选的，就算有什么不好的结果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就是这条路一直下就可以下到湖底了。OK， 这里景色不错，在这边讲一下吧。好，从新加坡回到来，最大的问题跟考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经济。如果你们一路都有追踪我的频道的人都知道，我之前在新加坡是有做了很多的准备才回到马来西亚的。就是当时候之前我是在做银行的时候，我都有兼职去做 Grab， 还有兼职做 YouTube， 所以那个时候是属于一个斜杠青年的身份啊，就是我是在做银行的工作，当然也兼职 Grab， 还有兼职做 YouTube。当然回到马来西亚过后 Grab 就是没有那好做了啦，因为我的 Grab account 是在那边的，而且马来西亚的疫情我也是蛮担心的，我家有一个小的，然后也有老的，所以我就比较不放心去做 Grab。 到头来就只剩下一个 YouTube， 然后有很多的观众都会关心讲，你单单靠 YouTube 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还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呢？其实我那个时候有跟你们讲啦，我是属于半休息的状态，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。我也不知道这个 YouTube 现在算不算是我的正职，因为我真的是对 corporate world 就是职场上是有些许的失望，然后我还在调节我的心情，当然是已经好很多了。可是如果你讲到要去职场上继续打工的话，might as well我直接回新加坡打工，对不对？所以现阶段 YouTube 可能算是我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，而且我这是要非常感谢1年前的我做了这个决定，开了这个 channel， 我才有所谓的第二选择这条路可以走啦。哇，好大风，非常的舒服。可能现阶段我会继续的制作影片，继续的发展我的 YouTube， 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成果。如果讲真的要打工的话，要继续打工的话，我是直接回新加坡打工就算了啦，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打工要去 KL 会比较好，在Johor这边的话发展并没有很大啦，可能我现在的人脉不允许我有那种比较异想天开的想法。因为这几个月其实我太太也是有在职场上去找一些工作啊，去看一下 survey 一下 market， 讲真的是在吉隆坡会比较好发展，所以现在就可能先 concentrate 在 YouTube， 我会给我自己一段时间，当然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就继续下去咯，如果是真的没有路的话就直接回新加坡咯，就那么简单。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问我，你好不容易从新加坡回来了，可是你为什么还会有要回新加坡的想法？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的。好像我本身我是在Johor置房产的，就是我的家我买的屋子全部都是在马来西亚，在Johor，然后我又是新加坡的 PR， 而且我的家离 KL跟新加坡相比的话，当然是去新加坡比较靠近啦，只是过一个关卡而已。虽然新加坡现在还没有开放，可是我觉得要开放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边境不可能永远都不开放的。所以如果给我选的话，你问我要去 KL 打工还是要去新加坡打工的话，我的答案是在Johor，然后去新加坡打工啊，可能就是这边我比较没有可以跳脱那个舒适圈啊。可是现在这是要看情况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没有可能跟你们讲，我的决定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一切都还是要等到疫情比较稳定过后，我才会有比较明确的打算啊。这边是比较下面的，下面就看到比较蓝啦。可是现阶段讲真的，我是想要 concentrate 在 YouTube 啦，我想试看一下我在 YouTube 这一方面行不行，因为讲真的这几个月也是有接到业配啊，也比较了解 YouTube 是怎样运行的。讲真的，在 Malaysia 做 YouTuber 真的不可以靠 YouTube 的广告，要靠业配。这边我要感谢所有给我机会的干爹们 ，OK， 就是所有的厂商啊，非常感谢你们这几个月给我的这些机会，让我去尝试。虽然你们知道我只是一个新人，而且也只是一个小小的 YouTuber， 可是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欣赏我的风格啦，让我去尝试。希望以后也会有更多的厂商来跟我合作，所以如果有任何合作机会，可以联系G频道的助理，谢谢你们。其实做 YouTube 感觉上就跟做 Sales 没有什么差别啦，好像我这几个月有一些月份业配多，然后 view 也多，自然而然营收就特别多，而且还高过我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。可是有一些月份营收少，就是因为 view 不高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业配。稳定性呢，其实也没有很稳定。如果你要讲打工稳定还是创业稳定，都是一样不稳定的。
随时随地这个公司想要裁员，你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是稳定的。可是现阶段对我来讲，尝试非常重要，而且我每次在这些尝试之中，我都会学到非常多的东西。如果我不尝试的话，可能我就真的会后悔啊。所以就继续下去，看一下我的 YouTube 会不会有什么成果。当然，我会给我自己一段时间啦。好像如果到了一个时间点上，如果我做得好的话，我就继续下去；做得不好的话，这个 channel 还是会照常运行，也是照样会更新影片，因为这个都是我自己的 daily vlog。我的记录，我的生活记录，对我来讲是非常珍贵、非常美好的记录啦。当然，我希望我的这个 channel 是可以做起来啦，而且我的目标是100K 的 subscriber， 就是拿到那个奖牌，至少算是我在 YouTube 的一个里程碑啦。当然，你们的支持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支持我的话，可能看到我有新影片更新，就可能看一看。按一个 like，share 一 share。如果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，就 subscribe 我，这个就算是一份默默的支持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最下面这边了，看，再下去一点，哇，这个就是湖的最底部啦。哇，这边又是另外一个风景诶，非常的靠近湖面。哇哦，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哦，有鱼耶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再 zoom 给你们看，你们有看到鱼吗？非常的清澈。这边可以走过去的，有一点点的危险哦。哎呦，哇哦！你们看一看，这边的景色漂亮吗？我是觉得蛮漂亮的啦，心旷神怡，而且完全没有人的。至于从新加坡回到来马来西亚过后的生活如何，如果要跟之前在新加坡生活相比的话，我整个人会变得比较节俭一点啊。我就打一个比方来讲好了啦，可能我今天要喝一杯奶茶，我会做很多次的考虑，才打算要不要去买，因为奶茶价钱在马来西亚这里是最少要10多块一杯，可是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，2块半就有一杯哦，而且在新加坡比较 famous 的那些牌子，可能最贵也5、6块而已。当然，这个我不要以 currency 来讲啦，就我整个人回来过后，可能也因为每个月我的薪水 ，OK， 所谓的薪水是不定的，我就会变到比较节俭哦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跟新加坡相比的话，在新加坡那时候的生活是真的比较舒服的啦 ，compare with 现在，因为现在我会去连买菜呀，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菜的价钱。然后做一下比较这样子，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嘛，我现在每个月的薪水是不稳定的，所以我都会以拉长补短的方式，可能上个月我赚的比较多，这个月赚的比较少，就可能自己要平均一下咯。在消费上可能会考虑比较多一点，不像之前想买什么就直接买。这个是我从新加坡回来过后的生活上的感受啦，就整个人会变得比较节俭一点咯。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坏事，至少会比较知道什么叫做钱难赚，是好事。所以论经济上来讲，经济上的考量是真的有做出很多的改变，不能够再像以前自由的这样子随便挥霍啊，随便买东西啊，因为都会考量到，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会不会还有钱用啊，这样子之类的啦。可是论心理上来讲，我每天都可以见得到我的家人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我女儿。虽然有时候会抓狂啊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跟小孩子黏在一起的话，而且小孩子也没有得去上学，心理上嘞是会有点小抓狂。可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幸福甜蜜的负担哦。而且如果你要这样子 compare 的话，你有钱你是可以买得到快乐的，可是你有钱买到的快乐，你不一定幸福。这个是我这几个月所感受下来的啦。可是我要讲的是，这个也是非常的个人的。可能有一些人，他们的优先考量就是钱是第一位，幸福、快乐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并不重要，有钱就是万能，也是有这样的人的。所以我才讲这个是真的是因人而异，看你自己要什么。我自己的话，可能我会把家人还有幸福快乐排第一。当然，好像我刚才讲的，如果你要快乐的话，你用钱也是可以买到快乐，可是不一定幸福。
如果建立在这样子的道理上面的话，我要一定的快乐，可能就要努力的赚钱哦。可是幸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去讲的，就是当下的那个感觉，当下的那个 moment， 你 feel 到的那个感觉，就好像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看到我女儿在那边喊叫啊，很兴奋啊，就啊爸爸妈咪，爸爸妈咪，当下的幸福感是用钱买不回来的。当然，我去旅行，我去澳洲旅行，我去韩国旅行，这些都是用钱买回来的快乐，这些每个人都做得到啦。所以是看你自己的优先考量是什么，你要把什么东西排在第一咯。所以你们问我，杰克，你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？我不会跟你讲我过得很不好，我只是会跟你讲，这是有非常大的改变。你想一下，10年以来，我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，突然间我要改变我的想法，改变我消费的习惯，改变我生活的方式，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期的。而且短短3个月，你问我适应得来吗？讲真的，我还没有适应到啊。事实上，我还会有时候有一点 emo， 就好像前几天这样子。我在 emo 什么呢？因为前几天我会发现到，我的 income 好像不稳定，这个月可能非常非常的多，下个月可能非常非常的少。并不是讲我没有钱买饭吃，没有钱供屋子，只是这样子的稳定性让我会有一点点的小担心啊。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还在适应期当中，而且我也在非常努力的调节自己的心情啊。因为做创作者，做 content creator， 如果自己的心情没有调节好的话，是很难拍得出一支比较好的影片的。所以可能这支影片也是可以当做在跟你们倾诉我的心事，跟你们讲一讲我的最近的近况啊。可能你们觉得要给我一些鼓励的话，或者想跟我讲一声加油的话，你在下面留言啦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个真的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。其实我看到上面有2面国旗在飘扬着，而且上面好像有遗址、围栏、栏杆之类的。zoom 给你们看，有没有？你看国旗。不如我们就尝试走上去，看可不可以到最高峰，然后再从上面望下来，看一下那感觉是怎样。而且我跟你们讲在我做这个决定，还有拍这影片出来的时候，也是有很多键盘侠或者看不好你的人啊，一直在影片下面留言，讲什么贫穷夫妻百日哀呀，然后看死你不会成功啊，然后你去死啊，这些之类难听的话。讲真的啊，好彩我的心脏够强大，可能也是因为前几年磨练的关系啦，被那些顾客讲到更难听的都有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些留言可能它的伤害不会很大，可是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一点点的啦。会心想，怎么有这样子的人说我们没有见过面，是有踩到你们的尾巴还是什么吗？Anyway， 在这个世界上有喜欢你的人，当然也有看不起你的人。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专注力，还有把我们的爱给关心我们的人就好了啦，其他的就算了吧。所以在看影片的你们，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们真是遇到这些不可理喻，而且对你生活很有意见的人，我觉得就不要管他们了。感受是我们的，人家讲什么就给他讲，只要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，我们感受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感受，幸福感，这样子就够了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不管人家怎么样的打压你都好，记得一定要加油。嘴巴是他们的，我们管不住，我们只可以好好的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千万不要人家的一句话而整个心里都垮下来，有一点的影响是一定的啦。人家讲不喜欢你什么，一定会被影响到的，只是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这样子的一句话，然后把你整个心都垮下来，知道吗？讲到这边好像不知道走哪里耶。你看这条路跟这条路，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地方是在蛮高的啦，所以我选择往上走。Let's go。哇，这边有一点斜走到我有点喘啊。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什么东西似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蛮喘的。这里就是最高处了，我不知道要来这边的嘞，我是该无意间看到有国旗在那边飘扬，我才决定要跑上来的。难道这里就是打卡的地标吗？有一点斜啊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，太美了吧！你们看 Gemilang Hill 过来，呜呼！我的天啊，观众朋友，你们看一看 ，Oh my god， 好酷哦！这里望下去的感觉，你看，
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诶，就是我站在高处这边望下去的那个感觉，天哪天哪，太漂亮了，有没有？哇哦！好啦，相机要没有电了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谢谢看到最后的你们，可能也可以算是一期倾诉我最近的心事的一集吧。这个就是杰克回到来这3个月的近况啦，可能过多几个月再跟你们 update 一下我回到来的近况是如何。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期的影片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离开新加坡后回到马来西亚生活，对杰克来说算是愿望成真，但同时也变成另一种挑战。杰克依旧过着人类一般的生活，吃饭、工作、睡觉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现在时时刻刻可以见到我最爱的家人。杰克没办法告诉你离心回马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跟随你的心，因为感觉是你的。